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元。另外一位远程统帅的消息也是来了，这位统帅的名字叫匈牙提亚诺什，又是一个不容易记的名字。不过我看到他的额头，我们就叫他秃头吧。这位统帅也是远程统帅，他的天赋是工程通用辅助。官方这一次介绍这位统帅是说40%所有伤害加成残血收割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。这位统帅的主动技能是单体的，并且是需要1000点的怒气，对目标造成一次远程直接伤害，伤害系数900，近战范围内伤害为1600，并在接下来的3秒内造成远程技能伤害提升20%。说实话，20%的提升其实以目前的版本来说还算可以，不过他这边是3秒的限制，变成说这位统帅必须要做主将，如果他是做副将的话，主将就没有办法吃到他这个 buff 提升，就变成有点矛盾的地方了。因为上一次推出的斯特凡3世他是技能天赋，也是可以提升技能伤害的，所以只能看这2位统帅的主动技能哪一个比较重要一点。比方说斯特凡3世他的主动技能是打出伤害并且有回血的效果，不过是技能天赋。然而匈牙提他是辅助天赋，可是他在接下来3秒内有远程的技能伤害提升，这个就看大家怎么选了。但我个人会比较想要把匈牙提作为主将。第二个技能，攻城单位攻击力提升30%，在远程状态下怒气获取速度提升15%。很好，终于是直接提升攻击力了，这个才是远程统帅需要的提升。还有怒气获取速度提升呢，其实对于远程统帅来说还蛮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你是用远程统帅的话，应该会发现到怒气时常会断掉，所以像匈牙提它本身就是辅助天赋获得的怒气会比较多一点，再配合上它这个技能的话，比较快释放主动技能，可能使用起来的效果跟我们一般所使用的远程统帅有点不太一样。而且我觉得可以考虑把这位统帅搭配巴布尔使用，因为巴布尔他也是释放技能之后每秒可以获得50点的怒气，而且巴布尔有3维提升，不管是攻击、防御、生命，虽然攻击跟防御提升会比较低一点，只有15%，但是配合匈牙提30%的攻击力提升，可能效果还不错。因为说实话，以我使用过远程统帅去战斗的经验来说，远程统帅的报告肯定是赚了，但如果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打出更多的技能伤害，报告就会更加赚。第3个技能，释放主动技能之后有20%的概率对目标造成一次额外远程直接伤害，伤害系数300，若自身目标部队不在近战范围内，则触发概率提升至40%。 OK， 策划这边的技能描述有一点奇怪啊，它照理来说应该是写远程的概率，而不是写近战的概率优先，所以根据它括弧里面的描述，就是说我们远程的攻击就有40%的概率，只有我们在近战范围之内才会有20%的概率。这里的额外伤害再加上它的主动技能直接伤害，等于说它的远程伤害其实有1200，以近战来计算的话就会有1900，远程1200的伤害也就等于说像贡萨洛或者是巴布尔的等级也是1200的直接伤害。但我觉得官方这一次是有意把它的伤害分开的，就是原本它就只有900，但是有概率可以变成1200。我认为这个是太多玩家去投诉远程太厉害的关系了，所以官方才特意分开的。但它这个技能触发的条件是释放主动技能之后，其实主将跟副将都有计算在内的，所以像一个赛克里面就已经有2次机会可以触发这个技能，而且这个40%的概率其实也算是蛮高了。就算没有办法触发这个技能，我在前面就已经有跟各位讲过了，它本身是辅助天赋，再加上它的恢复怒气的速度有提升，再配合号角装备，又或者是有一些辅助统帅之类的，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打出更多的伤害，也可以弥补到它的直接伤害系数比较低的问题。第4个技能，若目标部队兵力低于50%，自身部队造成所有伤害提升40%。虽然40%所有伤害提升确实是很高很强，但是这里的条件要低于50%的兵力，这个技能在我们包球或者是打地鼠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好用，只有我们大型团战真的打起来的时候才比较多会用到这个技能。但是这里也说了，要兵力低于50%的时候，说实话啦，一般敌人兵力低于50%的时候，其实很快就会被我们给打死了，就是说他这个提升可能用不到几秒钟，敌方就已经死掉了。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这里是所有伤害提升而不是技能伤害提升，因为敌人可能都还来不及等到你释放技能伤害，他就已经挂掉了，所以提升所有伤害是合理的。不过比较好的地方是它是针对于目标的兵力而不是自己的兵力，只要你这位远程统帅专门去打一些残血的部队的话，其实还是有用的。我个人觉得比较起铁木真这个技能算是好一点点。最后的觉醒技能是提升第3技能，觉醒技能是加强第3技能，释放主动技能之后有40%的概率对目标造成一次额外远程直接伤害。觉醒之后从原本的300系数变成400，
远程触发的概率从40%变成80%，这个提升差很远。同时间还可以获得30点的怒气，虽然概率是有提升到80%的，不过还是有概率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触发的。那么这位统帅的技能介绍完毕了，比较可惜的就是这位统帅并没有 AOE 伤害，而且看得出官方这一次设计的小巧思，就是因为我们用远程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断怒气，或许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们这一次设计的统帅又是辅助天赋，又可以获得怒气的速度提升，还有概率可以获得怒气，可以稍微弥补这个问题。不过我坦白跟所有用远程统帅的玩家说，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怒气断的话，你就操控你的远程统帅去攻击，不要让它自动攻击，只有自己手动操作才不会那么容易断掉怒气。虽然这位统帅直接伤害再加上觉醒的伤害总共有1300的远程伤害，比起所有的远程统帅还要更高的伤害，不过依然还是分段式的攻击，而且是有概率性的。不过严格来讲，他的第一、第二技能都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比较大问题是在第4技能。像你的王国真的会有那种大型的团战，会有一直打下去，你可以一直锁定到那些残血的部队之外，效果可能会比较好。假设说你打的部队可能就只有1-2个人，可能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发挥他这个技能，因为没有这么多残血部队可以给你打。不过这个技能在温泉的时候应该还是蛮好用的，因为温泉打架大家都是打到死回家去了。不过同样的，这位统帅也是没有 debuff， 这一次设计的2位远程统帅都是没有 debuff 的，所以没有太多的群体效益。这2个统帅设计出来的技能比较自私，都只是想要让自己的报告更加好看。像上一代的加查马达还有贡萨洛，至少都会有静守效果，也就是沉默效果。加查马达还可以让对方防御力降低，行军速度降低。所以以群体效益还有强度来说的话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加查马达跟贡萨洛。反而这一次新推出的远程统帅对我来说没有这么惊喜。不过使用远程统帅的好处在于，不管你这个统帅的强度是高还是低，你只要远程攻击，对方没有打到你，你的报告肯定是赚了。那我暂时对匈牙提的评价是还行吧，不算特别厉害。我个人首推的依然还是贡萨洛跟加查马达，不过我觉得匈牙提之后可以考虑一下搭配老虎，可能效果还不错。至于上次介绍的斯特凡三世，讲真的，他的技能设计是 OK 的，只不过太多有概率性的技能了，所以我也不能确定到底好不好用。不过这一次推出的远程搭配依然是一个负责进攻，另外一个是负责辅助。最后要分享的就是匈牙提的主动技能伤害动画。老实说，他的技能动画是比起斯特凡三世还要更加酷炫一点，会出现几只乌鸦冲向敌人，但是这样子算不算虐待动物？至于最后出现的那把刀，应该是他的额外伤害。至于统帅获取的方法呢，我看到一些玩家去问了官方，这一次的领袖统帅是通过转盘获得。至于斯特凡的获得方式就有点像玛格丽特或者是加查马达的方法，那有可能匈牙提他就要通过最强执政官，也就是 MGE 的方式获得。这个是从客服那边听说，但实际上还是要以游戏为准。以上就是新的远程统帅技能介绍，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